解说一下，就是咱们在进行彩绘的时候需要用到哪些笔，就是我们的彩绘常用笔啊，常用笔。现在这个彩绘笔实际上你要真买的话，能买到30多种、40多种，就是不同的笔型都有，甚至这个毛同样是一支万能笔啊，一支万能笔，它有长的、有短的、有毛重的、有粗、有窄的、有细的，它都不一样。所以说大家有几支必备的就可以了啊，几支必备的，就我们要进行彩绘的话，这几支笔是必备的，一个长拉线笔，一个短拉线笔，甚至有比这个还要再短一点点的，可以拉线笔备2到3支，2到3支。另外，日常画花瓣或者画填色用的话，都是用这支，这一支叫做万能笔，也叫做小毛笔。小毛笔就跟写毛笔字儿似的那种，所以它叫小毛笔，也叫做万能笔，也叫做万能笔啊。这一支呢，它叫做雏菊笔，也叫做小圆头、小光疗等等，每个这个店家它名字可能会有轻微的这个区别啊。这是一支雏菊笔、万能笔、拉线笔，这是我们在进行彩绘的时候可以说是这4支笔必备也就够了。但如果说比如说画法式边要配合彩绘胶去进行涂色的时候，有可能会用到一些光疗笔系列，比如说斜头光疗，卡着这个边边去做法式边的涂色，这个咱不说啊，咱就说进行彩绘系列里面用到的这几支。首先第一个长拉线笔，长拉线笔它适合用于啥呢？适合用于画一些比较长一点的线条，就是越长的线条你用越长的笔画是越好画的。如果说很长的指甲这么长，完了你拿一支这么短的笔去画，中间就很容易出现有粗有细的现象。但如果说你用一支很长的笔，可能一笔就能完成，一笔就能完成啊。在使用笔之前，笔呢一定是清洁干净，用洗笔水洗干净。然后来，我刚刚这里滴的是一滴底胶，在洗干净之后，这支笔上是没有过多胶的，但是它会炸毛，会炸毛，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借助用用底胶或者是润笔凝胶2种胶都可以，把彩绘笔的前端2/3处进行润笔操作，就是把毛压进去。进行润笔操作，这个时候这个笔毛首先它是聚拢的，而且在使用的途中它是自动回弹，它不会出现那种拐弯的现象。笔上如果发黏，那么有可能用完这个笔就一直是这种弯的，就回不去。但是如果洗好的笔，它是时刻保持这种状态的，只有这样才算是这个笔是干净，可以去使用的啊，可以去使用的。来，我们看一下用这个怎么让我擦掉？我先刚想在这上面给大家画一下，就是我们去画一些这个线条，去画一些线条，我呢就用一个这个黑色来给大家去画，好不好？用黑色来给大家稍演示一下。来，拉线笔，拉线笔一般画线条，我们都是需要去润笔，然后蘸胶、匀胶的啊。到时候大家可以单独去看线条控笔的那节课，有教到大家怎么去把这些细节做到位。然后来画线条，比如说你要画一根长线，你看用长的笔直接放下去，出来的就是一个偏长一点的线条。再适当的我们往下去拖，你看这个线条就很均匀的就出现了。对不对？就很均匀的出现了。如果你的这支拉线笔是比较粗的，那同样放下去，这支拉线笔比较粗的这个画完，它一定是比细的笔画的线条要粗一点的。所以说大家背这个拉线笔的时候，有的同学老师我又买了拉线笔，但是不好用，因为你那个笔的笔毛太粗了。你可以笔毛粗的时候可以怎么办啊？比如说我拿这个小毛笔举个例子，假设说这是咱拉线笔，大家可以把外面的这些毛给它扒拉开剪掉，只留下笔中间那几根，这是一个解决的好方法。另外就是再买一支啊。所以说长拉线笔呢，一般来说我们画一些竖线、横线去进行画田字格，对吧？菱形格，哎，去进行组合，画这个去使用的。然后甚至说这一支长拉线笔，我们有的时候去画一个微笑法式也可以。用它去做一些线条的控笔也可以，实际上只要你能控好笔，长短拉线笔都还好。但是一定切记，特别长的线条一定要用长拉线笔去操作。包括大家在这个网上看到的一些，哇，你的笔这个画线条怎么这么好使？你会发现它的笔毛一定是很长的，一定是很长的。这支笔毛是12毫米，就是1厘米多，1厘米多。然后一般来说比较长的在15毫米左右，15毫米左右啊，它不会特别的长，好吧？来，那短的拉线笔一般画什么呢？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需要画一些卡通人物，或者说画一些小花、小这个图案的细节的时候，可以用小短笔。因为长的笔，我们比如就直接拐个弯吧。你比如我们要画一个圈圈，用长拉线笔我去画这个圈，拐过去的时候，因为笔毛过长，所以说它可能会受限，所以拐弯它会出现一些这种没有颜色的这个突出的部分。但是如果说是我们用短拉线笔去画的话，它就会减少这种情况的发生，画出来的线条。你擦一下笔啊，擦一下笔，润笔，一定要润笔，不润笔笔毛就硬就不好用。来，但凡短一点的拉线笔，我们再去进行彩绘的时候，
哎，因为它的笔毛这个还算是中号啊，不算是特别特别短的。那么我们在拐弯的时候，哎，它就没有那么多的这个阻力在这儿，相对来说就要比长拉线笔要好画得多，比长拉线笔要好画得多啊，两种的区别。所以说这种短拉线笔呢，我们可以平常画一些细节类的东西，小小的小叶子、小花瓣，对吧？也可以去画一些，那这支笔能画线条吗？当然也可以，也可以。其实只要控好笔，大家来看。只要控好笔，我在画的时候，我也可以通过它去画一些长短线条，长短线条啊。所以说这是两支长短拉线笔，然后这支叫做万能笔，叫做小毛笔，它的主要作用就是它可以画花，它可以画各种各样的花瓣。你比如说那个大家之后去看控笔教程的时候，花瓣基础的那个教程的时候来看啊，比如说我们要画一个圆头花瓣，就是头是圆的，头是圆的那种，也是最常见的那种花瓣。一支万能笔，看好了，同学们，一支万能笔，当我前端直接压下去，有点取消了啊，哎，前端压下去，往下去收，是不是结尾处就是胖的，对不对？结尾处胖的，我也可以去进行花瓣的组合，我也可以画单朵的花瓣，这是一个啊，这个笔没有润透，所以看着有纹路，这个先忽略掉。那另外再来看，那我要想画细细的那种，比如说画花瓣的叶子。画花的叶子，画植物的根茎这些，刚刚咱不是直接整个笔前端压下去，然后往下拖出来的，后边是胖的嘛，对不对？那还有是什么呢？比如说后面我细细的先放，然后中间再压，再往下收，那就可以做出这一种。可以做出这一种，也可以把它进行组合。这支万能笔还能干啥？还能填色，还能填色。比如说再画一些这种用一支这个笔毛前面有一点点小毛毛啊，正常来说它是尖尖的，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，不需要再换彩绘，不需要换拉线笔的同时，中间去给它适当的画一点线条类的，因为这个笔毛前端不尖，所以出来的线条会这种。所以说万能笔它能做的比较多。小雏菊的花瓣能画吗？能。雏菊花瓣可以吗？可以啊，可以，对不对？那要是那种大胖花可以吗？可以。就是要画一些小桃花，所以一支笔能解决掉很多的问题啊。这是一支万能笔，还有一支叫做雏菊笔。雏菊笔顾名思义，本身它就是为做画雏菊而生的。因为在几年前那些彩绘不是这个雏菊，就是那种基础的五瓣花，也没有别的什么新的款式样式，所以说有这支笔的出现来看啊。再说这支笔，你看它长得就像一个小雏菊的叶子一样，对不对？小雏菊的叶子一样，所以说这种直接一笔下去就是一个雏菊花瓣，看到没有？一笔下去就是雏菊花瓣。但是这个笔在使用的时候，需要我们去练习控笔和转笔。比如说画飘带、画丝带的时候，如果说你是直接这么拐弯拐出去，生硬的，是不是？是生硬的。但是如果我们在用这支笔的时候，来看好了。如果学会，我们拿的时候可以轻微先试一下能不能转，如果能转，好了，先转到合适的地方，来轻轻往下拖细节，然后来转笔，再去转，再往这边转。你看，我可以到处去转，画出各种各样丝带的玩法，对吧？这个大家可能看起来不够清楚啊，来，我再给它画个清楚一点的，比如说从这边，先从细细的面儿，从细细的边开始往下压，能看到我的转笔吧？能不能看到我转笔动作？从这儿来往下压，然后再转回来，可不可以？可以，可以啊。甚至说画一些蝴蝶结类的，哎，你看，哎，转过去，转过去，好了，这边也是一样，慢慢抬笔收起来。那你说万能笔能做到这一步吗？它其实也是可以的啊，也可以。我这个就直接这么画了啊，你们用拉线笔把这儿加上，你看蝴蝶结立体的蝴蝶结，这不就马上出现了？然后下面的飘带，来细细的，注意看，先细细的飘出来，然后压，收，收完之后这边再从这儿开始竖向的往外去收，它就有一股折起来的感觉了，有没有？就有折起来。画这个的话，雏菊笔一定是要比万能笔好用的啊，比万能笔好用。我说呢，怎么这么细？这里有底胶，有胶啊，有胶。你看这个飘带就转起来了啊，所以说这支雏菊笔它的使用率也是比较高的，大家可以去做尝试。当然了，这支雏菊笔你能画这些花瓣吗？也可以。比如说要画个圆头花瓣，画这种花瓣的时候，因为一笔下去出去结尾处是收起来是比较粗的，想要收成尖尖细细的，学会转笔压下去，结尾收的时候转笔，看到没有？得转，你结尾才能收成尖尖的。所以说这个万能笔要比它操作简单啊。那要像画这种细细的花瓣，那就从侧面开始落，然后转笔压，再转回来，也是可以画，画叶子。
好了。是不是？这些都是能做出来的啊，所以说这几支笔都是常用的，大家去练习操作。最难的就是这雏菊，因为我们需要学会去转笔，好不好？所以这些里面大家去尝试不同笔的使用方法，给大家稍作解释。好啦，这支笔在用完之后，我们要记得洗笔擦干净，洗笔擦干净。有专门的一个彩绘用笔的这个保养啊，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一节课，好吗？